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ki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ki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是关于春分的故事。Miki 说，你有办法写个春分的故事吗？我说，当然可以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于是他跟我说了他今天做的梦，我就把他的梦改成一个关于春分的故事。到底什么是春分？等你准备好就用 MA100 告诉你吧。我梦到自己回到了大学校园，和立德一起打篮球。他是我的好友，也是我的竞争对手。我们都想报考生技相关的科系，但他比我更有天分和热情。他总是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奇怪的实验，试图创造出一种能让人变得超级聪明和强壮的基因改造食品。我只是觉得生技可以做出很多有趣的营养食品，让人吃了更健康。突然间，天空变得阴暗，一阵狂风暴雨席卷而来。我们赶紧收拾东西，准备跑回宿舍。但在路上，我看到了一个惊人的景象，天上出现了一条黑色的云雾龙卷风，像是巨龙要吞噬整个世界。龙卷风里还闪烁着红色和蓝色的电光，发出嘶嘶声。我忘记要害怕，拿出手机拍照，想要记录下这个奇景。立德拉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快走啊，你想死吗？”我才回过神来，跟着他跑向最近的教学大楼。我们没有时间去找电梯或楼梯，就直接冲进了一间空教室，里面有2个人正在看电视，志村健和大悟。志村健和大悟是日本最有名的喜剧演员，在台湾也很受欢迎。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参加一个国际笑话节目的录影。他们看到我们冲进来，就笑着问：“你们是谁？怎么这么急？”立德说：“外面有龙卷风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”志村健和大悟互相看了看，然后同时说：“龙卷风，那不就是春分的象征吗？”我和立德都感到困惑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志村健和大悟互相看了看，然后同时说：“龙卷风，那不就是春分的象征吗？”よしよし。そうですね。志村健解释说，春分是24节气之一，在每年3月20日或21日交节。春分这天，太阳直射赤道，南北半球昼夜平分。自这天以后，太阳直射位置由赤道继续向北半球推移，北半球各地白昼开始长于黑夜，南半球与之相反。大悟补充说，春分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、更新、变化的开始的节气。在古代，人们认为春分这天会出现一些奇异的现象，比如龙卷风、彩虹、日食等。这些现象都是春分的象征，代表着阴阳平衡、万物和谐、生命力强大。我听了觉得很有趣，也很神奇。我问他们，那你们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春分的？志村健笑着说，因为我们的笑话节目就是以春分为主题的啊，我们要用各种幽默和创意来表达春分的意义和美好。大悟说，对啊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道具和服装，比如龙卷风帽子、彩虹围巾、日食眼镜等等。你们要不要看看？我和立德都觉得很好奇，就跟着他们去了他们的化妆间。那里真的有很多奇特而有趣的东西，让我们忘了外面的风暴。志村健还拿出一盒海鲜给我们吃，说这是我们刚才在路上买的，本来想拿去餐厅做菜的，但现在看来只能在这里吃了。你们不介意生吃吧？立德说，不介意啊，反正海鲜新鲜就好了。我也点头同意，就开始品尝海鲜。海鲜真的很新鲜，而且美味，让我想起了大海和阳光。志村健说，你知道吗？海鲜也是春分的一种象征哦，因为春分这天是渔民开始出海捕捞季节的第一天。在古时候，人们会把捕到的第一批海产祭祀给神明，或者分享给亲友，表示对自然界丰收与恩惠的感恩之心。所以今天吃海鲜不仅可以补充营养和生命力，还可以增加幸运和喜悦哦。我听了觉得很开心，也感到一种温暖和连结。就这样，在志村健和大悟的陪伴下，我和立德度过了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时光。当风暴过去后，
太阳重新出现在天空中。志村健和大雾告别了我们，说他们要去露营了。立德对他们说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见识到春分的奇妙和美好。你们真的很有才华和魅力，希望你们的节目能够成功。我也对他们说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。你们是我们的偶像和榜样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志村健和大雾都很感动，抱了我们一下，然后挥手道别。我和立德走出教学大楼，看到外面一片晴朗。立德说，这真是一场奇异而美好的梦啊。我说，是啊，虽然不知道这些都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，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春分给我们的礼物。立德点点头，说，也许吧。春分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，也让我们遇见了志村健和大雾这两位传奇人物。我说，还有海鲜呢，那些海鲜真的太好吃了。立德笑着说，对啊，海鲜让我们品尝到了大海的滋味与生命力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口食物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最后夫人说，原来 AI 也能讲春分的故事啊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莫名其妙觉得长知识了。如果你变得太春分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